现在我们终于回到了马斯卡特，我们众人已经都分散了，然后各自回酒店。从今天起啊，不能那么说，可能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，应该来说。但大家都给了很好的祝福。And 这个市场，对，就是我第一天来到的那个市场。今天因为是周六嘛，周五晚上。就周末晚上会特别热闹，看你这里真的全是人，我都有点闭孔了。哇，这个状态真的是有点夸张。But whatever， 我还是要早点去我的酒店待着，就我依然会住我原来那个酒店。我不想插进人群，我只想在外沿走一下子。但现在没有现金，我也不得不去问那个老板换一些钱，我已经跟他约好了。哇，是真的热闹啊！我都不知道里圈在干什么，就感觉外圈都已经有很多摊位了，里圈的人这也太拥挤了吧！哇，这边围这么多人是在干什么呢？经过3天以后呢，大家的精神气其实都已经被磨光了。虽然这2天因为累，其实睡得很好，但是依然抵不住，就是实在是身体力行。我的主要一个问题就是坐骆驼的时候屁股磨伤了，导致我现在有点像痔疮犯了一样，这能说的吗？然后呢，就是很麻烦。对我接下去的行程都是一个考验，我得立刻迅速的让它复原。对，或至少在里斯本让它复原。载歌载舞，哇，好热闹哦！那这里呢，我当然还是要小心自己的东西为主，别的我也不想管。其实，下午我的同桌去赶了那个飞机，因为他是晚上9点钟马拉喀什的飞机，我们下午2点多才在一个地方停住吃饭，所以他预感到来不及。他其实早上出发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那个时间应该是来不及了，然后他就直接打了辆出租车去追飞机。就这样，他就不吃午饭了嘛。然后出租车估计比我们的奔驰开的会更快一点，所以就因为我们现在是8点钟到这儿，所以我猜他可能7点钟就能到机场。I hope so。希望他能赶上他的飞机，对他来说挺重要的。就挺遗憾的是，我没有加他的 Instagram。这一点就是让我想到很多事情，就像缘分嘛，就错过就错过。本来我们是说要加 Instagram， 因为我们互相还有几张照片没有传，结果中午吃饭之前一转眼他就消失了，所以等我上车我才知道他已经走掉了，挺可惜的。Whatever， 有点像是3、4、5线城市的那种市集吧。其实是一样的天！如果我的屁股不磨伤的话就很好，现在真的是有点麻烦。不过幸好他把我放在了一个，就大家下的位置都离我的酒店都还蛮近，所以就 OK 了。我今天回去看看还酒店有没有住中国人。回到的山里感觉真好，早上太冷了，非常的冷，所以不得不裹紧衣服，而且我现在想回到被窝里去。现在是9点多，等到11点我再出来吃午饭什么的。看这个小可爱，摩羯座永远会选择一样的地方吃饭，就我们不是错的，连位子都一模一样。再过1个半小时，我就要坐火车去卡萨布兰卡，那这一段的行程就完全结束了。今天也是橘皮的卡其果鸡肉，如果你加了蔬菜的话，它就鸡肉会减1半，所以我这次学乖了，就选了这个。如果是牛肉的话，它就牛肉特别少。然后这儿会有鲜榨的橙汁，它这个橙汁是真的鲜榨出来，所以特别好喝。
很顺利的达到了。哎，我头发已经飞炸了，不管，就是没有被坑。所以我在马来喀什这一段时间都没有被坑，非常顺利。它的高铁站就像欧洲一样，非常的高级，有肯德基、有麦当劳，还有很多国际性的大牌吧，大牌餐厅。在正门的地方呢，还有很多摄影作品展，就真的是很高级，但它其实不是很大。摩洛哥的高铁也是一绝吧，我觉得。它这个高铁站很小的，总共几辆车，然后你看我坐这样是去贝斯的，然后后面是去丹吉尔。那我就在3号站台，我是616主宇宙，看着也不像是有安检，就对一下票就进去。现在其实还是有点早的，大概提早了20分钟，因为刚刚那个司机开得特别快，真的很不错，我觉得比埃及那些司机好多了。我都以为他下车可能会问我拿钱，结果也没有。这个车五彩斑斓，还挺好看的呢。它这儿叫高铁，但是你看长得其实是有点像绿皮车，但是稍微新一点。我是22号车厢的108个位，第108位，也就是我在616主宇宙，22号的我就是本我，成为了水浒梁山108个英雄中的一个，哈哈哈，非常的可爱。稍微有点早，我再逛一下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，都是一个个车厢的，有点像早期的欧洲型列车，但也可能是欧洲的列车退休了，卖到这边来重新刷一遍，感觉经常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一个车厢8个人，因为我是2等座嘛。总体还是挺顺利的，有跟我们一样的站台、一样的扶梯上去换乘之类。但是我觉得硬件它虽然到位，软件就是人还是有差别。就有点像是咱们的高级绿皮车吧，我觉得整体，就做的卫生稍微好一点。但是你说走道里站满了人啊，包括货物乱放啊这种事儿还是有发生的，所以就千人千面吧。这个酒店还不错，虽然它不是很大，但在当地除了那些连锁的星级酒店，就索菲特这边以外，还算挺好的。哇，我希腊哎，天哪，我的门牌号是门牌名是希腊。哇哦，这在星级酒店里面有点像啊，这是酒店是公寓。刚想说，如果是这样有客房的话，那不是变成套房了？ Oh, really good， 不错，看一下卫生是这样的，挺好，很干净，就是有洗屁股的。但我现在的屁股真的，我今天屁股恢复的超级快的，就我也没想到，就可能是在热带吧，所以就屁股恢复超级快，导致也不是导致，是负面，就让我今天很顺利的出行。 现在进行一个卡萨布兰卡的 City Walk。那我为什么要把回程买在卡萨布兰卡呢？我之前忘记有没有说过，应该是说过的。主要问题就是，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我小时候，在我出生没多久，就我记事开始，可能头几年吧，我们家有那个买了个 JVC 的音响，就质量还挺好的，音效也挺好，现在好像还能用。 Anyway， 然后我爸妈就买了那个奥斯卡金曲 CD， 每天给我放，也不是每天了，就是他们自己也爱听的。就在那个年代的一些奥斯卡获奖电影，比如说有《壮志凌云》啊，我记得，对，然后是《魂断蓝桥》，是不是？还有《人鬼情未了》《泰坦尼克号》，《泰坦尼克号》是第一首，我记得那个 CD 的就是正反面的是。
，and 其中就有这个叫什么北非电影《卡萨布兰卡》啊，当然还包括狮子王，因为其实它不算那么老吧，就是那张 CD， 因为那首歌过于好听。其实我看的那个北非谍影它只有几个片段，就是 MV 的那个片段，我并没有后来去看那个黑白电影，因为确实有些老了，我觉得，就它应该是讲的是一个北非谍战的爱情故事，好像就里面夹杂了一些，就是本来是一个江湖气的一个东西嘛，就夹杂了儿女柔情，现在电视剧还愿意拍的那种桥段，对，然后。我就和我爸妈说，我这次一定会来卡萨布兰卡看一下，对他们也很想看一下，他们说有个什么桥什么的，对，我不知道。那我现在要走去一个灯塔，Lighthouse， 然后是我前天在那个撒哈拉里面，那个巴西小哥跟我说，他是先来到这里过嘛，因为其实摩洛哥就这么几个城市，主要去。像北边的丹吉尔，往下面的拉巴斯其实是一个首都，但这个是双首都吧，算是。卡萨布兰卡是最大的城市，包括往下的马拉喀什进到撒哈拉里面，撒哈拉再往上去，费斯再往上是蛇万那个忘记了，不管，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呢，他是先去到了。卡萨布兰卡再过来马拉喀什的，所以他跟我说，那边有一个灯塔挺不错的，那我可以去看一下，然后附近有挺好的餐厅。Anyway， 所以我想去稍微 city walk 一下，因为我到的时间，因为我到卡萨布兰卡的时候，其实我那个 SIM 卡出了一些问题，然后在那边搞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，顺便等那个 InDrive 的司机过来接我。到街上我回来已经4点多了，就搞定住进去，然后现在5点多，他这儿太阳下山大概是6点多一点点吧，所以可能走到那儿太阳就下山了，就只能勉强看一下吧，就随便逛一逛吧。我觉得，因为卡萨布兰卡我确实是没有什么目标，也没有想去什么景点。刚才路上其实已经看到那个清真寺了，对不对？由于没什么景点呢，我就不停的得跟大家唠嗑。又是一个纯聊的视频，又是猫咪 ，cute。卡萨布兰卡作为北非西北非最大城市吧，肯定是因为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肯定不可能有这儿高级。Thank you。突然有人跟我打什么招呼，给我懵了一下，我还以为他在问我来哪里，然后他说 Welcome。OK，whatever， 所以就是拍视频，你看他就会看到很多这种事儿。因为其实现在显示是20多度，但是我穿衣服觉得很冷啊，就它这儿风其实挺大的，所以我不得不这么穿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去海边，因为它是灯塔，就沿着海边一直走就行了。它其实好的地方都沿着海边一带，包括那个清真寺，对。那我走到灯塔大概需要30分钟，所以我就讲30分钟好了。等天暗了我就不拍了。闻到海的气味，这儿有点潮湿。说回卡萨布兰卡是北非不是西北非省最大的城市吧？东北非的话就是开罗，我觉得。但是开罗似乎跟这里的现代化程度还是有些差别，即使有新开罗这个。哇，好多海鸥！不要拉我屎在我头上。虽然有新开罗这样的地方，但是不一样，你懂。就是一个是刻在人那种状态里的，一个是后来去营造的。这儿好热闹，好多人，让我有点感觉来到了芽庄这种。让我们看看这边的大西洋海是什么颜色。你看这里有奥迪，有奔驰。而且是电奔驰吧，就带哇，这风好大！完了，我今天又没带麦克风，大家要听分噪了。就是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地方就不穷嘛，其实还蛮有钱。当然好像也没有什么红绿灯哦，过去还挺危险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过。
看他们怎么过马路。哇 shit， 都这么直接冲了吗？喂。OK， 顺利的冲了过来。啊，那个其实是直接从这儿就能看到是吧？它有点是弧度的，所以看看好像我们距离挺远，其实它是没有差特别多的路。OK， 本地人的休闲场所，还有人放风筝。这什么车？这要花钱的吧？要花吗？好的，那接下去就沿着海边一路走就好。哇，这边设施很好啊。那我还要走20分钟，外面走吧。里面人太多，我会有点人群恐惧。好好啊！哦，不过今天是星期六，所以对 ，sorry， 我老是会忘记这个茬。当然，这儿还有公共厕所，所以它的设施基线还是做的挺到位，蛮不错的一个城市。哇，这浪好大哦！今天天气是不好的，大家可以看那个云就知道。我是落地就是很多云，接近阴天的状态。操！有个人突然向我踢了个足球，我操！感觉被攻击，笑死我！啊，竟然还有下拉，那这个健身房都不用去了，就在这儿练就好了。虽然很硬核，就是全钢，没有任何缓冲，但似乎哇，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？哦 ，OK， 可以练背、腰背力量。哦 ，beautiful。哦，这好帅啊！这个清真寺从海边这样看过去的话，那如果有夕阳的话就更好看。如果有夕阳的话，我们现在正对的就是一个太阳落下的方向吗？我看一下方向哦。哦，不是的，现在我们是北方，西方在这边啊。那果然太阳还是在那边。Whatever， 海浪很大的。这里下面就完全是下不去，不是那种沙滩式的，感觉这个是个堤岸了，就要防汛了，都不是说可以下去度假的那种。远处的清真寺很壮观，但是好像没有人。头发已经乱吹，我现在头发是不卷了，我头发是烫的。我先说，很多人觉得我是自然卷，但不是。我头发已经不卷了，那我接下去的那路程也没有地方让我去烫头发，而且我觉得我在葡萄牙会去纽约还要剪头发，那剪了头发就变成完全直的状态，我相信接下去一段时间会很难看，也没办法喽。有水就会有钓鱼了。这个味道好像是宁波话叫什么东米婆啊，这可以下去啊。它怎么下去了？它有东西被吹掉了。钓鱼，他们有钓什么东西上来吗？好像也没有桶啊，他们只是姜太公吗？哦，他还在刚刚开始下饵，这么大的浪很难钓吧？下面都是礁石，刚才这浪我感觉都快打到我脸上来了，就是打过来超大的。因为今天风大吗？还是它就是这样？我好像是这里唯一的亚洲人，他们看到我都挺新奇的。啊，前面那个就是灯塔了吧？我觉得，我不知道晚上可能它亮，如果它亮的话会比较好看。现在倒也没有，平平无奇。但是那边有个餐厅，我打算还是去看一眼。啊，不对，我不能去，因为那是西班牙菜。就那个小哥呢，他没有去西班牙，目前还没有。然后他就觉得西班牙那个海鲜饭很好吃，然后我刚从西班牙过来，我肯定不可能再去吃了 ，so 我就不去那边了吧。那边好像还有个什么体育馆一样的地方，室外的足球场，哇，设施真的不错哎。那个角上就是刚好突出的地方啊，我去那边看一看好了，应该是孤独的角。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半个卡萨布兰卡的中心区。就是如果你不戴帽子的话，头一下就失温了，而且确实很潮湿，湿气很重。我已经干燥很久了，突然又湿气补满，真的很难平。刚
那我现在就回市区那边去看吧，不去那边了，这儿确实有点冷。我在卡萨布兰卡呢，只待这么一天，明天我就要飞里斯本了。是下午的飞机，我已经买好了火车。火车它是这儿是没有机场大巴，似乎是没有，应该不对，应该是有，但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坐那个东西。然后它这儿是有5个火车站，有一个叫卡萨 Port 的火车站是可以买去机场的，机场火车应该叫对，60迪拉姆，大概40分钟这样子，我已经 book 了，然后就这个是什么停车位哦？突然发现好可爱啊，笑死！是有人在管的吗？哦，我懂，就是给小孩玩的，还有打靶，哇，这个好随便，那么大分，你让人家怎么打靶？一整个吐槽，就我对这种敷衍的东西很没兴趣，我就觉得做一个东西，你要么就做得好一点，要么就对吧？就让人家还是有可以深挖下去一点点的东西，而不是就浮于表面。我觉得做什么事儿都应该是这样，因为大家现在太浮躁，节奏太快啊。尤其做旅游业、服务业这种东西，那你不得不这么做吗？难道？你看人家胖东来是不是？哇，这是风筝啊！我还以为是一只鹰，完全悬停，像那个摇鹰一样。就走了大概20分钟，就找到了一家餐厅。现在过去吃，其实挺单调的。他们说卡萨布兰卡没什么好玩的，确实是没什么好玩的。它更像一个摩洛哥的大城市吧，不是更像，它就是。它这儿其实有很多高级的东西，就对当地人的物价来说，我觉得是。再换句话来说，摩洛哥的物价其实我觉得不低，全面接近了欧洲、南欧。这些房子都比较单调颜色，不是砖红色就是米白色，或许一些淡黄色啊这种颜色，还是挺没劲。而且路上的人感觉很少啊，现在应该不是炎热的时候，不应该人多一些吗？还是这个城市它就只有这么多人？但舒服还挺舒服。In City， 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超市。等会儿吃完饭正好去买点东西。就是这家餐厅。现在我的重点就是要只能刷卡，因为我没有卡，我没有现金。这么标准的当地餐厅，快进。还有抖音、Facebook、Instagram、Twitter， 什么社交媒体它都有，看着有很好的在经营自己这家店，所以它的评分挺高的。再给我上一碗，今天我要吃牛肉嘛，所以让我们尝尝看怎么样啊。哇，肉好大，还有很多筋，还不错，但是稍微有点腥。腥是因为除了中国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，基本做这些东西都是不放血，就很难不腥。除了畜牧业，我说鸡肉这种，但凡你吃红肉都会比较。但真的好大一盘啊！不能说性价比高，因为它不便宜，不过可以刷卡，我觉得就很好，味道还可以。我就说什么东西一直挖不动，人家下面是一整块骨头，骨头上的那个肉，哇，很帅啊！这是排骨了，牛排、牛大排。浅逛一下这里的超市，稍微买一点酸奶什么东西，这里也是很齐全，什么都有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超市，可能跟普通超市还是有区别吧。所以我来到了一个幸存者偏差的超市，很齐，哇！你看水就有那么多种，对，我得买点水。The next morning. 相当的不错，但跟昨天吃的其实有点像，只是这个北非炖蛋我
我想说，卡萨布兰卡真的把每个车站都修到了这种像阿布扎比卢浮宫这样的，我觉得它是不是抄了这个元素啊？还是他们的阿拉伯元素都是这样的呢？就都修得很好，但是这儿的司机真的很野蛮，就是我是说驾驶的状态下，就红灯绿的那个情况。OK， 那我就平安到达。这里的高铁站真的是很高级，有麦当劳，有星巴克，甚至有电子锅炸鸡。又是绿皮火车。它这儿就是把火车涂得很鲜艳，然后很漂亮，但其实就是个高级的绿皮。说到还是它带的，还是没有换。老式的绿皮车，坐火车去机场，我已经很久没看到。设施比较旧，这个抬不上去，但是早上人很少。从火车站出来这道安检，你看后面那么多人排队，超级满。我不知道上面还要不要安检。如果它上面还要安检的话，就我们现在才刚进入机场，都需要这种效率的话，那上面我就不知道它这个意义何在，效率实在有点低啊。卡萨布兰卡这个机场绝对是我现在经历过效率最低的机场。我大概7点钟来的。我们排了有1个半小时的队，从下火车进站安检一趟，然后去正常的机场安检一趟，过海关排队一趟。哇，我们那些排队的人真的是，我看很多人都怎么可以效率这么的低？我在想，就是超慢的。它尤其过海关，我排的时间最久。它要对应每一个你住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之前在住酒店的时候，它会在那个章上写一些东西，我开头也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但是有点像是萨拉热窝他们会干的事儿吧，然后就是波黑那边会干的事儿，那它在电脑前要每个都要对应起来，然后仔细的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它和西撒哈拉还有阿尔及利亚、突尼斯这些周边国家一些微妙的关系，所以导致它的比较严谨。但是我在想，都已经出海关了，这个放人家出国，你还要那个，蛮奇怪的。反正这个机场当不当，设施是 OK 的，但是效率是真的慢。